这种瓷器浑身是孔，却能滴水不漏。它就是自带星光的中国瓷器玲珑。温润如玉的瓷器，其实源自于这些关键的碎石。古人认为天地至精之气，结而为石。面对至坚的顽石，他们选择了至柔的水来化解。水对昼夜不停地冲砸，磁石最终变成了这样细碎的粉末。这就是釉料的核心成分。接下来还需要淘洗，搅动池水，粗重的颗粒沉落水底，而那些细若灰飞的釉泥则悬浮在水中。细网滤过，再静待时光沉淀。3天后排去表层浮水，剩下的便是细腻的釉泥。通过双脚不断的采压，再把多余的水分也赶出去，直到釉泥逐渐变得稠密柔韧。最后将釉泥切割成块，制成釉砖。待釉砖彻底风干，便可以碾碎调制釉浆了。釉果是面釉与玲珑釉的主料，按特定比例混合材料，加入轻微的山泉，搅拌均匀。在置于湿润环境中沉浮。玲珑瓷的底胎用的是高岭土，用它烧制的瓷器胎体洁白，质地坚实细腻。景德镇自古便是皇家御窑所在，在这里，泥土砂石完成了到精美瓷器的极致蜕变。指腹轻抚，杯身便匀称舒展。一只玲珑杯的泥坯就初具雏形了。捉起来简单，但是心一定要静，手一定要稳。而乾隆皇帝一句“玲珑剔透万般好”，更是道出了玲珑瓷当时的金贵，那是皇室都爱不释手，只做细细把玩的珍品。待泥坯自然风干，便进入修坯阶段。杯子倒扣在闲车中心，轻敲定位。行话说3分拉坯，7分修。拉坯或许还可以接受些许误差，而修坯则要将每一个杯子都修得分毫不差，容不下丝毫差池。这一步决定着坯体的最终命运。玲珑瓷的独特之处在于坯体修好后还需要精细雕刻、镂空。
玲珑瓷的诞生源于一次宋代烧窑的意外，骨壳灰熔成釉，滑入香炉孔洞，形成了釉面堵塞。这在当时视为严重瑕疵，成品被直接销毁。所幸有匠人敏锐地捕捉到了那一抹透亮的微光，并将原有的瑕疵加以修饰雕刻，才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玲珑瓷。这种对瑕疵的雕刻并非勉强修饰，而是化腐朽为神奇的神来一笔。当镂空纹饰雕刻完毕，就要让釉料填满每一个细小的孔洞，这便是玲珑瓷浑身是孔却能滴水不漏的原因。100年前洋人初见它时，便发出惊叹，它们竟然能在瓷器里镶嵌玻璃。直到今天，宋代瓷器依旧代表着中国陶瓷艺术的巅峰。5大名窑皆有着完整的价值评判体系，在这种不被世俗价值所认可的情况下，是匠人用敢于突破陈规的勇气，重新赋予了瑕疵美的定义。正如这一池盛放的清河，浮香绕岸，碧影摇曳，其美人人得见。而当枯荷残败时，李商隐却能写下秋阴不散双飞晚，留得枯荷听雨声。与其他瓷器釉料作为赋予陶器光泽的镀层不同，在玲珑瓷上，釉料成就了器物虚实交映、光影流转的空灵之境。这种美早已让世界都为之倾倒。古时伟大的创造总是诞生于对无常的接纳，这饱含中国人的哲思。匠人以火焰封存玲珑的光影，瑕疵和枯败在此刻重新结构。在陶瓷技艺早已登峰造极的时代，玲珑竟能再进一步，最终位列景德镇4大名瓷之一。瓷器哪有什么天生的星光，祖师爷保佑，遥遥不过是600年的裂痕，都没能挡住匠人去守住那缕光。老师告诉我，在海外办展时，他看到很多不会中文的游客，见到他时竟也能用中文脱口而出玲珑。这独属于中国人的留白浪漫，画残为美，外人未必能懂，如同酸涩中回甘的滋味。